佳佳，我回来了。佳佳，就这么没了。自杀？这么突然？应该是有抑郁征兆，可惜陈总没重视。为什么不查清楚费可家里的情况？他是故意的。如果对方连这种基本的信息都没查清，证明他是一个容易轻信别人的人。费可就是利用这种简单的谎言，把警惕性差的人筛出来，再进行下一步。你早些年那几块所谓租来的开采证是怎么拿到的？你心里应该清楚吧？这在心理学上叫触点、需求、信任。那套房呢？当天只交了定金10万块钱，换得了我所有的信任。后来都退了。为什么不报警呢？现在想想，早该发现佳佳有问题。有信号了。我看看，我看看。有半格，有的没有，又没了。我也没有啊。哎，我收到了4520万。怎么可能？搞什么啊？他良心发现了？我真的收到钱了。为什么你手机有信号啊？哎，我现在也没有了，就在刚才，银行给我发的通知。我这个出账入账就是这个号码通知的。是不是我们把各自的故事都讲出来，费可就会把骗我们的钱都还回来？你刚刚说御景豪庭是你的房子，是。飞哥一直住我家。您乘坐的 MU5136次航班很快。你好，欢迎登机。不好意思。你好，先生。好的。你好，先生，这是今天的菜单，请您挑选一下。给我来份牛肉的，谢谢。好的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还没点。抱歉，先生，由于您是积分升舱，只提供经济舱的餐食和饮品。我能多点一份吗？可以的，先生。那再给我要一份吧。好的。谢谢您，程先生。你认识我？不认识。那你怎么知道我姓程？程浩，我还知道您是80年的广西人。不好意思，刚才排队的时候不小心看到了您身份证。做金融的。算是吧，刚入行。3级我考了3次才过，主观题最难了。那您是前辈，我第1次也没过，准备过2天再去考。还在上学？研究生刚毕业，刚转到金融行业，全公司都是大牛，只能趁着休息的时间多补一补。本科在哪念的？什么专业？成大材料系，现在在一家小私募做一级市场行业。想往前台转？
但我知道还差得很远。学材料的好啊，看高科技领域有优势。你看，我们现在看这些行业的投资机会。太巧了，我研究生导师也是研究锂电领域的。真的？嗯，那到时我一定要请教请教。哎，加个微信。好。陈浩，电视基金并购组董事总经理。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联系。嗯，那天我们聊了一路，聊得挺投机的。你这是自投罗网啊！干我们这一行的，每天加了微信那么多，但加了也不联系，都记不起是谁。那费可主动联系过你吗？有啊，他偶尔给我发一些无聊的金融圈八卦，我呢就回一些表情。你的微信设了隐私吧，手机号是加不上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几年前我一个同事想裁你，各种方式加不上，抱怨了几句。那确实。那为什么加了费可呢？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他有种特殊的魅力，让人一见入骨。我们这行工作压力很大，喜欢喝点。哥，最近有空吗？有些问题想跟你请教一下。行，你过来吧，给你个定位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我好兄弟贝壳，也是搞金融的。来，喝一杯，干杯！干杯！小松，你们挺大。师哥，敬师哥一杯。哎，你哪届的？05级09届。哪个系啊？材料系。第一季师弟，我02的，谁带你？鲁教授。退了吗？去年退了吧？听说返聘了。哦，大哥，我发现他智商、情商都很高，反应也快，跟不同的人打交道，分寸拿捏的都很恰。虽然年纪不大，但谈吐得体，品味也很好，带得出手。几乎每个周末，我们都混在一起，逛遍了长江的夜店、KTV。有时候他说请客户，我就把 VIP 卡甩给他。正事没谈几件，玩的样样精通。我在哥大读书那会儿，学校附近都没什么好吃的，就校门口对面有家中餐馆，叫 Olis， 每次去啊都是豇豆肉丝盖饭。第一次去欧洲还是背包客，意大利、奥地利、德国、西班牙、法国、荷兰跑了一大圈，花了2个半月。那时候啊，没 GPS， 没智能手机，住9欧一个床位的青年旅社，男女混住的，连卫生间都是混用。这样的状况持续了几个月，直到有一天。喂，我在家呢。你看你这个样子，赶紧进来。怎么会漏水呢？雨太大了，我住顶楼，这水顺着天花板往下流，床都湿了。找物业修啊。80几年的房子哪有什么物业啊？我就住1个晚上，明天就走。住这也行，先洗个澡吧。我看我们身材差不多，给你拿身我的衣服，全新的。我去收拾一下客房。不用麻烦了，浩哥，我就睡沙发挺好的，最多2、3天。你确定？确定。这沙发比床还舒服。哎，
行，那好好休息。明天见。晚安。这么早，跑步去了？给你带了早餐。不用了，我到工厂楼下买了三明治就行。刚出炉的可颂。来不及了，早上排得紧。都打包好了，路上吃呗。我得开车，还得开电话会。精彩。那我先走了。好。哎，会开车吗？会啊。换身衣服，跟我走。这模型做的有问题，你们预测做的不够乐观。收入 K 个增长45%的项目不够性感，谁会来接手？毛利率随规模增长都会变高的，把数据从40%调到50%。现在调一下，把 IR 数字告诉我。这就对了 ，IR 要在30以上，那才卖得出去。我来不及了，帮我停下车。好。地库怎么弄？您是入住的客人还是？开会的。您稍等。好。您好，请您跟我来。好。从那天起，他就在我们家住下了。不是说2、3天吗？后来他也没提修房子的事儿，但也不白住，所有的家务他一手包办了。开始我还挺不好意思的。尝尝这个口味来。但是他每天跟我洗衣服、打扫房间、铲猫砂，陪我打球，陪我喝酒。脚是平的。别跑！别跑！别跑！慢慢的我就习惯了，还挺享受的。怪不得会做饭呢。今天高兴了。谢谢啊，谢谢。不要给我倒了，不要给我倒了。没事，撑不起来。雷克，我差不多了，过来接吧。您好，程总不舒服吗？哦，应该没事。您是程总的司机吧？你有什么事？我们给他带的小礼品，他忘拿了。好，下次吧，我可不敢替他收。一份薄礼，程总喜欢喝茶，这是国礼茶，非卖品，请他一定笑纳。那我替他谢谢你。哥。
干嘛呢？人家送你的礼物。白牡丹饼、果艳茶，市面上还买不到呢。留着送客吧。點啊？哇，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，学英文啊？你别说八大藤校了 ，QS 排行前50的我都认得。行行出状元啦！纸压花印刷的工艺，以这个为准。这个能做吗？傻仔，呢啲街邊隨便買得到嘅，全部都係流㗎。难的不是茶，是包装、字体和印章。棉纸上有虫洞，之前为了防潮，用油纸包裹，随意有两次。我要一模一样的，能做吗？可以啊，好貴嘅喎。我要快。師傅，你係邊個啊？之前同我瞓一張床，着條褲，一齊行成江兄弟。當時我坐完監出嚟，成身分錢都冇，係佢幫我嘅。當我東山再起。哥，电话。谁呀？海豚小安。接吧，帮我推掉。什么人啊？搞公益的，让我捐钱，捐了好几回了。哦。喂。喂，程总啊，我们这周6有关注自闭症儿童的慈善义卖活动，很多艺术家和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都会到场，也想邀请您参加，不知道您方不方便？什么时间？在哪儿？周6晚上6点开始签到，在湖心会所。有兴趣的话，我给您发邀请函，您地址没变吧？没有。要2张。行，推了吗？那我就不打扰您了。把你推掉了。哎，哥，借我一套衣服呗，我这个周6要见一个重要的客户。行，你挑吧，你比我熟。哎，你这是去见客户还是去约会啊？一个基金的副总，想给人留个好印象。那我也是基金副总啊，没见对我那么殷勤。还不殷勤？谁给你熨的衬衫？我跟你说啊，基金副总是这世界上最喜欢通过衣品去判断一个人的。来，试试，应该合适你。真的假的？舍得给我穿？当然是真的，收着吧。谢了。你穿着我的衣服比我合适多了。告诉你啊，能帮你的不是这个总那个总，真正的好东西啊，都在这些图、这些线里头。这是哪只啊？别瞎问，为你好。为什么？我是从业人员，这不合规。我还关注了济传药业、一凤重工和运乃生物。别买，都不怎么样。那买哪只？293784，
193792，这2只这个月可以关注一下。我能说的就这么多了。293784 ST 原星193792，荣氏地产。可以呀。我还关注了209491凯信科技。原星刚刚胜诉，完成了资产重组，而且第2季度实现盈利，这对 ST 就有巨大的潜力。盘面虽然震荡，但看好前景。凯信听说进口了日本的光刻机，又建立自己的芯片生产线。2年前高位下跌已经到了谷底，但是未来会有一波大行情。荣氏最近1年买了200多块地，权益总代价将近1000亿，对应货值将近3000亿。走势虽然偏弱，但是胜在平稳。原星买长不买短，荣氏就不用说了，券商是风向标，凯信就不要看了。一台 EUV 的价值在上亿美元，相比之下 DSA 那就是冷兵器。你再给我多讲讲，感兴趣。不讲。陈先生你好，请这边签到。你好，请这边签到。感谢大家能够一同相聚在此，一同来到关爱新兴儿童海腾慈善之夜的活动现场。在我们今晚，我们所募集的所有善款都将支持我们新兴儿童。希望大家今晚慷慨解囊。他是冒充你参加的慈善晚会。对，我的邀请函，我的衣服，我的眼镜，搞了半天就在你家蹭吃蹭喝了几天，这算什么？我被骗的也不少。多少？2000万。那天以后，他就很少回来了。有时候说去朋友家住，有时候说加班住酒店。哎，哥，换件衣服，这件厚。哎，不用，我开车。哥，上次你说的原型跟荣氏，真的都涨了。你买了啊？我看。上周大盘整体跌了2%，当然这2只，一个涨了7.2%，一个涨了6.5%。凯信果然疲软了。买多少？没买。那你高兴什么呀？高兴你说的准啊！你是不相信我，觉得我会让你赔钱吗？不是哥，别生气。我们不一样，你是拿客户的钱操作，股民是拿闲钱操作。我呢，我刚跨行，还没站住脚，底子薄，没有啥存款，我也不能拿身家性命直播呀。我要是你啊，能从金融公司高层嘴里得到那么重要的消息，而且账户不被监管，我就死命往里砸，真怂。你有内部消息，还有钱，你不也怂了吗？老鼠仓是犯法的，从业人员不能操作股票交易，你知道吗？那用别人的账户呢？你觉得监管是吃白饭的吗？亲属的账户都得盯着。那些朋友也不行。出事了都得坐牢，谁愿意替你担着？我愿意。行了，这不是闹着玩的。我真的愿意。
哥，这可不便宜啊！怎么想起再来请我吃饭？感谢你啊！谢我什么？感谢你给我提供香榭。买了，买多少？买了3万多。哎，但是现在市值7万了。哥，你说我泡不泡？谢谢。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我已经很满足了，这么短的时间内涨了1倍多。你放进去那么少，挣那么一点，够上这儿吃几顿饭的呀？积少成多嘛，慢慢来。这东西是讲势头的，过了这阵风，下次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。哥，我也是第一次听别人的消息炒股票，不带干，万一不准呢？我是别人吗？我是你哥，你吃住我都管了，你怕什么？那现在怎么办啊？现在 ST 原芯5块多，还在低位，继续重仓。我没有那么多钱，我借你。那万一跌了呢？你别想跌的事儿，没有如果，不可能。你承担风险能力那么低，你怎么做金融？跌了都他妈算我的。别生气，哥，我胆子确实是比较小。那要不然这样，用我的账户，用你的钱炒，你在盈利里分我几个点就行。我正好跟你去学操作，等我学会了，有一定积蓄了，我就敢自己下场玩了。行吗，哥？能保密吗？最后还是开了老鼠仓吧。这就是你大意了。这种事无论如何都要攥在自己手里。那你呢？他是我女婿，我给他钱就等于是攥在我的手里了。你女婿没赔你钱吗？他刚才已经把钱还给我了，你就不一定。你觉得我信吗？别吵了，只有每个人把故事讲完，才知道费可想做什么。也是一把入了2000万。也不是，我也知道费可是外人，所以用点小钱试一试，一步一步的，才觉得他这个人稳妥。那账户是费可的名字吗？他的名字，我的密码。为了让我放心，我们一起去银行改了密码，然后把我的存款转到他的账上。因为我这边是一手消息，在最后的时候买卖，很快就赚了很多，而且掩饰得很好。请输入密码。你好，请再次输入。现在我们赚了。我对他非常信任，每次操作我都会查查上次登录，我确定费可从来都没再碰过那个账号。直到有一天，又是出差，我飞北京，起飞前通知我航班取消了。你干嘛？
刚买完菜。穿成这样买菜吗？哦，明天有一个面试，我在医院自我介绍。你一个人吃了这么多吗？你说出差又没说几天，我就多买一些备着呗。航班取消了，会议改成明天中午，我坐明天一大早的飞机过去。哥，你今天不去北京了？我不是说了吗？航班取消了，我们明天一早飞过去。高铁呢？哎，我回来，你不应该高兴吗？怎么一个劲儿的轰我走啊？不是，你明天中午的会，那就得坐最早的航班，得7、8点吧。算下来，你明天5点就要起床，太辛苦了。要是能买到今天晚上的高铁，明天能好好睡一觉。这是什么？对不起，哥。我问你，这是什么？我爸妈。你把你们家的合影放我这儿？我骗了你，也骗了他们。什么意思？我爸妈要送到家来看我，我一直跟他们说，自己住大房子，年薪50万，所以趁着你这2天要出差，我本来想安排他们过来。你的意思是，让他们住我这儿？不是，他们住市区。他们也要随处逛逛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让他们来这儿吃个饭。哥，你是我的榜样。认识你之后，我特别希望我父母认为我和你一样成功。但是要是他们知道我租那个破房子住，应该会挺失望的吧？那他们什么时候来？今天晚上。行吧，晚上我请叔叔阿姨吃饭。不用了吧，哥？再说，我也没法解释啊。毕业之后，我跟一个男的住在一起，他们是小地方的人，比较保守。来了，快了。聚集在我的伤口，嘴上不说，心里忐忑，还在伪装着快乐。责怪你的狠心，我都舍不得。当你失落、伤心、难过，连安慰都没有资格。我拿的剧本太过曲折，还不到退出不了，假笑着，谁会在乎呢？我是多余的角色，像没剧情的摆设，等到曲终人都散了，
角色，像没剧情的摆设，等到曲终人都散了，我是多余的角色，像木偶被线拉扯，权威冷漠的你演着，让最脆弱的心痛了，委屈着沉默。